来，但是这个虚弱第一时间给的很快速啊，导致猴子第一时间转这个大招没转满这个伤害，再转个2道天宫赚起了位，但是也仅此而已。战场另外一端，永文一个大空了，凯南这边也显得有点尴尬，也放了一个很空的万年天奥影，一个人没打到，兰博也撒了个放火烧山，大家把技能全部给了青青草原，青青也空了，问题是。 大家好，这里是袁某人的赛事周报。这期呢，我将和大家完整回顾整个 S 赛瑞士轮首轮的比赛内容。本期你能够看到，谁都没有想到，被我们寄予厚望的标具，在瑞士轮虽然没倒，但也相当危险。先输李宁，再输 T1，1-2的成绩反向俯冲，只差一个 BO3就要拉闸了。而 LNG 在引入助学带后全面崛起啊，双 C 合一，灵活 BP，3战全胜，直接晋级8强。事实证明，最好的感情啊，不是做兄弟在心中，而是在借贷中。而滔博则首轮战绩平稳，啃下了 LCK 的4号种子 T1，但不敌韩华。目前呢是2-1，只差1场和 DK 的 BO3就能成功上岸。而去年的世界赛亚军，今年的夏季赛亚军，微博呢在这次瑞士轮就没那么好运了。在惜败于根基后，整体趋势啊高开低走，和北美捞 BTL 相互下饭，啃下1分后，随后是被 G2 直接带走了。目前也是同样的1-2，卡在了淘汰边缘，但放轻松。 瑞士轮嘛，这属于技术性调整，别慌，相信我们 LPL 队伍就完事儿了。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冲。本期呢近2万字，内容多多，制作不易，烦请各位给个3连。 说实话，第一场比赛从结果来看当然是没有悬念的，但比赛过程，我想支持标剧的观众还是会捏一把汗，而这把汗的主要来源还是因为 MSI 被换线整的确实有点 PTSD 了。好在版本确实是不太一样了。MSI 时期的标剧在换线端压力巨大，跟当时阵容偏好有关。就下路我选个压爆你的对线组合，然后上路挂单往后兜底，那一换线自然就是2路爆了。 但 S14的版本前瞻我已经说了，这个版本呢，你打换线它只是不亏的选择，其实不会太赚。这把我稍微给大家捋一下发生了什么。首先换线最好的策略一定是葵加一个肉辅，然后肉辅呢在中路蹭2去下路接线，然后配合葵的 TP 吃下路的屯线，这样2个人呢就非常能扛越塔嘛。但标剧依旧还是有越塔空间的。那这一波的主要就是拼操作的博弈，比较可惜吧，操作没有处理到完美。从结果来看，标剧1换2，对面葵呢还把经验吃完了，肯定是一个血亏。但标剧也有自己的伏笔，就是中路前期是赢了线的。这个伏笔呢，让标剧在前期劣势开局的情况下依旧能玩。威是直接5分钟龙一刷就放弃第2轮刷野，选择吃小龙。在上路等级烂完了的情况下，潮虫即便标剧想看也不一定能看嘛。但下路有线，中路有线，你越早吃龙反而就越舒服。这让标剧啊，甚至先吃了一条潮虫。这就是威的优点了，就是他很会利用线权来拿资源。但从结果上看 ，MDK 的葵依旧是肥的，但上路的固定经验差会随着等级提升而缩小差距。而纳尔你只要操作够好，其实不那么怕亏。然后因为标剧中路有线，你边线也做不到什么事情。威和 Knight 从中路突破就很经典的进入辐射环节了，这也是换线没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你打不过对位，打野不持续来的话，那雪球是滚不起来的。因为你优势的时候，对面也会继续换线，优势的等级啊，其实转化不成节奏点。说白了，现在就不是一个纯看对线就能决定胜负的版本，后续就是很标准的左手接球游龙局。MDK 的阵容啊，其实辛德拉够肥，狐狸可能还不敢进场，可这一场1级对线就烂了，那后续威再施压一下，基本就结束了，也是不意外吧。这个版本呢，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玩自己擅长的那一套。标剧选的前3手就让我很安心很放心。就狐狸其实很久没上比赛了，这场首子经典叠输，证明强度确实能上比赛，这对标剧后续的 BP 构筑是很大的优势。说实话，作为一波团呢，我感觉标剧沟通好点 ，Knight 甚至有机会拿5杀，也是不出意外的拿下了 LPL 的首胜吧，算是一个该有的开门红。 那 T1 和滔博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万众瞩目了，两队的人气啊没得说。但如果我们从季后赛来推两队目前的水平，这场更多的还是一个观察病情况。大家都还蛮期待新版本下 T1 是如何思考版本的。而我个人来讲呢，我是觉得 T1 比滔博在 BP 阶段处理的更好的。还是那句话嘛，不要追别人的版本理解，而是要在自己擅长的基础上做版本迭代。那滔博是很擅长于打那种前后排团战的队伍，运营置换的思路也很 OK。 那在拿到阿罗拉后，滔博没有给2条边路点出一个兜底的核心，而是希望把对线强度撑起来。2、3手就出了什么阵容选都不会错的晋江鳄鱼，看得出来还是有点忌惮 T1 的 counter 的。那这点我也能理解吧，毕竟滔博是比较怕对手用强对线组合快速打花自己的。而看到 T1 拿了 Nico 后，滔博选择办掉破坏王，我认为很正确。反而 T1 呢是没有办天的蝎子，天能够在5楼拿到蝎子，我还是挺意外的。但整体来讲，滔博选的是略微保守的，主要还是 T1 武器这个点。T1 在3楼
点出以后，滔博的英雄池其实真的没有太好的限制手段，所以其实滔博是非常吃阿罗拉的 carry 能力的。而季后赛因为版本问题嘛，我也不清楚小奶油的阿罗拉能不能打出效果。而武器这个英雄在这个版本和葵一样，都是相对优质的换线选择，武器的扛御塔能力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比葵还好，所以这把我会更喜欢 T1 的 BP 一点。滔博呢也是不出意外的开局就烂了，69的鳄鱼经典多看一眼把自己玩烂。这个版本大家要记住啊，前期死是特别伤的，因为复活的时间已经被削弱了，那依靠鳄鱼前期强势点去控潮虫这个点就没戏了。而镜面对换线呢也会很难受，但不得不说 T1 是4号种子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的问题并不止后期发病这一点，前期的资源运营他们也没有去年做得好。在控到前3条潮虫后啊 ，T1 一个 Nico 加猴子的这样一个团战组合，且滔博的鳄鱼已经是一个补矿刀的情况下 ，T1 呢也没有选择去接潮虫，而是选择换下路塔皮，就思维还是像去年嘛。但现在塔皮的经济5个人分，还真没多少钱。即便69他多喂了一口，可我依旧认为不趁着蝎子没大招去打潮虫团是过于求稳的决策了。而让掉潮虫后，第2条龙也因为吃下路1塔而失去了落位的机会。只能说 T1 啊还是更注重经济雪球，但这个版本不是神话版本，领先装备的节点并不匹配资源点。而 T1 接下来犯了第2个错误，就是他们没有围绕着宙斯继续做边路的突破，而是选择进野区打那种比较尴尬的资源团，就双方能够摆开架势打资源团的机会 ，T1 他不接 ，T1 选择去打自己视野劣势的强开，结果就是开的挺帅，但大家都是一件套 ，T1 中野辅反而成了小馋猫，直接吃滔博的 AOE 吃饱了。滔博要是自己他先手去开 T1，还真容易脱节，但 T1 自己选择主动开，那就不一样了。杰克 Love 是一波4杀落袋，回家全款火炮，还拿到了峡谷，那滔博的中线就能站得更稳了。这个峡谷 T1 没有控到，其实是真的很伤的。我一个团战阵容换线又大赚，结果前期所有的资源只拿到了前3条虫，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呀。其实第3条龙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滔博的一个问题，就是哥哥如果真的离得很远，滔博前排即便控住人也没有输出根，可如果离得太近呢 ，T1 这个阵容又随便能切这个 Love， 同时因为边带端的武器已经是无敌了呀。鳄鱼你如果落位要快，就肯定要持续的亏经济，所以主动权它全在 T1 手里。可 T1 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中塔滔博有先锋肯定是能先拿的，那 T1 在上一波赢了龙团，交了很多闪的情况下，应该是防守状态，可他们选择硬接中路这波团，理性来讲啊，肯定是要让中1塔的，然后让宙斯把下2塔的经济给提了更好，结果自己输团还把中2塔给丢了，这样边线反而受了拖累。就 T1 实际上输的2波团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他们选择和滔博接一个他们视野劣势的团战，没有视野，武器就走到了会被鳄鱼单防的地方。还是那句话嘛，滔博打这种前后排分明的阵地战是真的打了1整年了，在这块上他们是不会犯错的。4个闪现在手呢，巴不得你跟我打团。其实中期虽然 T1 有一些秀逗操作，但边线优势还是很大，滔博是根本线都过不了河道的，甚至呢2座外塔经济也吃不到。而滔博因为 AD 是镜，也没有什么说动男爵的资本，但 T1 就是没怎么在边线动手。像25分钟 Guma UC 稍微靠一下，那69的闪现就要给了。只能讲啊 ，T1 的野辅中期护的这个边线啊是有问题的，他们不去下半区靠，而是围着上半区，是绝对思想出了问题。结果僵持到最后 ，T1 经典的犯病团战 ，Owner 的这个猴子掺点幽默在的，就一波团能够打0换5，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能不能反打？宙斯没有被 Q 到，小心飞哥看到3个，但是3个前排，阿罗也是打到了后排，进的位置很好，进可以一直打输出，贾克斯跳起来3前进，贾克斯空大了，被金华单盯住，奥德也死了，贾克斯要倒了，这波技只要活着 ，T1 就都得死。其实不是说滔博打得多好，而是 T1 真的犯病犯得够凶。当然滔博的基本盘还是在的，但我还认为版本思维上没有理得足够清楚。这把呢，小奶油的阿罗拉呀，发挥是高于我预期的，但阿罗拉加蝎子这样的组合，后面挺难拿到了。滔博不管怎么样，真正兜底的核心还是得看小奶油。而打节奏这块，小奶油是很难和其他中单竞争的，他还是得在兜底盒里积累足够的牌库。阿罗拉效果可以，但只有阿罗拉不够。只从第1天的游戏内容来看呢，我并没有觉得滔博发挥完了自己的所有优势，只是犯错比 T1 犯的要少。但这就是世界赛呀，你不犯错也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同样的4号种子打2号种子，结果也一样，但场面上微博的发挥是可圈可点的。微博呢在打自己擅长的东西，根基也是大家都玩自己熟悉的体系，那就是比操作和临场。小虎的卢锡安这场可以说是非常尽力吧，如果不是呼吸哥一如既往刘青松，更是完全不当人。这把还挺有机会的，你别说，我在版本前瞻里聊过呀，我觉得金克斯还蛮适合微博的风格的。这场拿了效果，我觉得也有啊，只是根基后期的阵容太攻势无脑了，而乔宇这种对线水平加上根基的运营，确实又过于稳定了。就根基的防守啊，跟他们杨戬的
架势条一样，你打碎一次根本不够。而这场被拖到根基的回合有2个大的原因，第一就是第一轮资源根基拿的太多了，就根基虽然有小火龙，但兰博加卡莉斯塔就是能撑前期的，这种就属于没办法撑住了。而中期微博开始发力后，根基呢明显也是有点难受的。那这时根基2阶段就来了，他们就开始阅读你了。根基这个阵容他没有单带点，我们就比打团嘛。那中期微博的回合里，根基是如何僵持劣势的情况下偷走男爵的呢？还是运营的老3样嘛，视野兵线加果断的执行。这里我们往前拉一点时间线，可以看到微博已经是将 Lehens 打闪离场了，场面又是很大，但根基呢已经是把男爵的视野布完了。而在微博追击的过程里，可以注意得到微博全员已经睁眼全部点完，所以在他站点掉小龙坑的远见改造时，根基呢就马上拼了一下，因为小虎的 TP 没有抓好，而微博的下一步动作就会是吃小龙回城不厌去守男爵，于是根基就立马拼了男爵，因为他们的眼是先放的，他们知道微博没有在男爵位置布置视野，所以很果断的强推中线，进而直接 rush 男爵，因为不需要花时间排视野，且知道你打野来不了那么快，所以根基的吃男爵动作和应对就显得特别利索。刘青松的这个波比大招也是因为上面根基有龙坑上方的视野被轻松躲掉，还是之前就说过的，就是根基他们非常善于阅读你的下一步。而在中期进入到你下一个回合前，同样的情况滔博石油杯就挨过，那男爵一丢，其实节奏就不可避免的拖到根基喜欢的节奏里了，后面打团什么就属于没办法了。只能讲呢，微博现在有一个很变态的团战闭环，就是呼吸和刘青松是完美互斥又彼此呼应的存在。刘青松呢站位极其激进，是一个冒险王，而他站位显得冒险，是因为呼吸啊他总在侧翼绕，就显得刘青松很激进，而呼吸喜欢绕，不喜欢在正面，是究极绕后王，可绕又没结果。因为呢刘青松站位激进，他很容易被反开，可主战场又需要帮呼吸吸引火力，所以结合起来就是特别怪。相比呢，虽然场面上根基不是好看，被4号种子压着打了一阵，但节奏上啊根基是没有问题，他们该打的东西都打了出来，玩的呢也是他们擅长的阵容。就大家别看赢得很咪摸啊，但这就是根基喜欢擅长的东西，所以没有太多的一个失误吧。从这点看，根基呢还是我们的头号大敌。LNG 和 TL 的这场结果上是不太意外的，但过程上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首先 LNG 的 BP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只看前3手就知道 LNG 的阵容是一个很讨厌换线的阵容了。镜和兰博呢都不扛越，边带上小炮也很难占优势。小炮这个英雄啊不肥是纯废物的，而只靠镜又不行，得靠短腿兰博中期撑队伍的局势。所以当时看 BP 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尤其是2分钟时啊 Scout 的 ID 变成了牙膏，更是吓我一跳，什么 Scout 啊。好在呢 LNG 展现了不错的临场处理，让我觉得起码队伍没有乱，这点我是非常肯定的。这里稍微讲一下开局吧，就武器是远比兰博扛越塔的，而镜推塔效率也很差，所以 TL 的换线是一个必然。当1分27秒 LNG 的视野发现了 TL 换线后，航是马上选择进 TL 的蓝区去找对面打野的位置，并且呢迅速的用点燃压低了蝎子的状态，硬逼蝎子往上半区走，创造越下的机会。这个处理还可以，但没有去中路推线抢2，所以下路越塔的机会出现时啊，航仅仅只有1级，但 LNG 他没有急。当下路出现能4人越塔的机会时，他们应该是察觉到了日女已经消失在上路很久了，所以兰博直接 TP 上寸止了，放弃了这波越塔。我觉得这点处理就很棒。就我前瞻就和大家讲了，这个版本宁可你不做事，但你不能失误，就是犯错的成本是非常大的。你的对手不强时，你不失误就等于赚了。当然因为这种选择，所以导致游戏的前中期是相当焦灼，前期资源上基本都是 TL 掌握的。其实 TL 要是更强硬一点去速龙，可能 LNG 的压力会更大，但北美的队伍嘛可以理解。实际上游戏的胜负手在第3条龙的24分钟，这波团对 LNG 来讲是全场最凶险的。在中塔被破后啊，已经开始进入到对手卡莎的回合了。你边路的小炮本身打武器就很难猛带发育，你得避开带，而有卡莎就更不舒服了。实际上24分钟只有2件套的小炮，战斗力相当弱，而 TL 只需要强行 all in 掉镜，团战就非常好打了。但北美的队伍里畜生真的太多了，只能说看完1秒不轻哼的都是神人。一开始啊，卡莎摊中塔想多摸个潮虫，导致落位贼慢，丢了龙就不谈了。后续呢，这个 APA 也是个逆天怪人啊，就他第一时间不敢上，想靠假身骗一下，我勉强也能理解吧。但当 LNG 都把龙吃了，所有人位置都是名牌，他还能一屁股闪现做成这样，我是真没想到的。而大木的武器啊也很夸张，在镜被逼掉进化后，闪现进场我认为 OK， 虽然 Q 和闪不一起按，等一下会更好，但也无所谓了。可他进场后啊就往后跑是什么意思呢？就这波团 TL 是一个3面包夹之势，武器第一时间就撤了，然后接着呢卡莎探人飞进来白给了。就 TL 3C 他们选择不进场打前排，团战是可以赢的，而 TL 选择全部去 all in 后排，其实也很好赢。但这一个边 OB， 一个进场反跑，另一个飞进去白给，我只能讲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这波处理成这样，反而变成了 LNG 的反收割，拿龙拿人头，那基本就稳住了呀。我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和 TL 这种队伍打成这样是不应该的。我觉得还是 LNG 在 BP 端的选择差点味道，主要是小炮这个版本呐，前3手是有一点绑架阵容的，最后留个野辅其实也起不到什么 counter 效果，所以后续得在 BP 端优化一下。得亏 TL 这个队伍真的打团太垃圾了，后续的团战真的没一波是让人有眼看的。就大木 APA 还有这个 YEON 真的有点过于 crazy 了。那第一天除了 LPL 的比赛，还有2场比赛挺值得我说一下的。第一个就是 DK 的首秀了，在世界赛前瞻呢，我就重点和大家推荐了 DK 啊，就因为 DK 它不是强不强的问题，而是这个队伍真的很有节目效果。而这场打 Fnatic 的也是非常爆笑了，因为当时开打已经是深夜了嘛，结果大晚上给我看笑醒了。就前期 DK 优势巨大，在第一波越塔节奏里就拿到了双杀且没有死人的完美开局，按理讲啊应该是平推了。结果呢 Fnatic 中期团战打得太好了，而 DK 这边又疯狂的发温，结果就从一个无解的雪球局硬是打成了你来我往的下饭局，两边都有变态啊。但这场我还是重点说一下妖姬和永恩的对位，因为这场是 AP 和 AD 的一个游戏侧重的区别嘛。就其实 Fnatic 的阵容虽然复古，但团战真的非常猛，就只要控得够好 AOE 是绝对够的。而 DK 这边的双 C 妖姬和 EZ 其实输出都偏软，就 DK 的阵容其实团战很吃拉扯，下限是很低的，而中期的 Fnatic 就利用他们的团战硬生生的把劣势打成了小优势。就如果不是 Fnatic 真的和 TL 一样，就 C 位垃圾操作太多了，老有怪送，优势的时候打得不够扎实，那 DK 真的有可能会被送走的呀。就这场 Showmaker 的妖姬没有任何问题，也是怒拿 MVP 了，但从游戏过程上，我发现妖姬对游戏的影响力还是不如永恩。就 Humanoid 这个逆天永恩就是脑子不好使，但操作是没问题的。就无脑永恩还是让妖姬打得那么累，其实就说明这个版本前期的优势搭配中期提速还是不足以终结比赛，你依旧需要团战稳定兜底的角色。Amy 的这场 EZ 其实相当隐身嘛，完全没有他在 LCK 的风采，因为阵容上 Fnatic 的卡莎加永恩这样的双 C 就非常容易开头就把团战给打花了呀，就感觉 Fnatic 的团战打得无脑又简单，而 DK 就是复杂又辛苦。虽然 DK 还是赢了，但更多的是赢在欧洲对逆天上。在10月3日的首轮啊，永恩这个英雄只有2场是没有上 BP 端的，一场是BLG打 MDK， 另一场则是北美打越南，而其他局永恩都上了班位，甚至在最后一场G2打 PNG 的虐菜局里啊，G2甚至来了一个双峰兄弟永恩加亚索，这场也是把永恩在边带的价值体现的淋漓尽致。2场欧洲队拿永恩效果都有，拿到永恩就可以给阵容同时提供团战和边带2个价值，而唯一的缺陷就是队伍得补个 AP。其实永恩最难的还是过渡嘛，在破败之前都是存在感比较低的，但首先的 S14 有换线，节奏拉不快，而且对手也不会说哎呀给你有永恩这边的队伍，我打速龙 B 团，然后给你很轻松的控个6重嘛，你就算阵容没有单带点，也要控重去限制永恩，所以龙的节奏就是快不起来的。那拿永恩就几乎肯定能够拖到中期去发力，像G2打 PNG 这场 ，PNG 虽然是外卡弱队，但他们策略就是主打超级龟缩，选个小火龙开刷嘛，然后阵容又是特别团战的大树加阿罗拉，下路又挂了一个霞洛，但G2硬生生的我就是靠永恩在边带给你无解突破了呀，就带到小火龙根本没有发力点，你想打团我不跟你打，所以毫无疑问能带边线的 AD 去走中，依旧是最符合当下版本需求的角色，只是说 ADC 走中路已经在数值上不太能支撑了，但版本前瞻里我重点说的这个永恩确实是目前毫无疑问的版本T0英雄。首日的比赛呢 LPL 算是平稳落地吧，就是最后的抽签环节有点逆天，能够抽出空间的呀，什么逆天主办方，只能讲欧洲的松弛感我算是感受到了。2轮签呢对 LPL 来讲就比较难顶了，除了微博比较舒服外，其他3个的对手都不好啃。当然这种面对强敌的情况下，我们更能看出队伍当下的状态和版本理解。那首先 BLG 打 LNG 的这场内战第1局 BLG 就完全没考虑永恩的这个点，那我其实是能接受的啦。当时 BLG 的中野是优先狐狸卫这对经典组合玩自己的体系，我认为 OK， 可面对 LNG 时 BLG 的整个 BP 就有点让人迷惑了。前3手搬千珏我勉强理解为微微去年赛千珏效果很好吧，所以我提前搬，可这一抢发条就看不太懂了。而 LNG 的应对就很舒服呀，拆你梦魇发条体系，然后再拿走配合梦魇不错的兰博，在已经按掉纳尔武器鳄鱼3个版本上路后，其实冰没有特别好的选择了。而假如 BLG 先给冰抢兰博，那紫卡是有一手瑞兹 counter 的，所以当 BLG 给冰拿老黑这种英雄时，我当时就想 BLG 应该是打算要换线来玩了吧。可奇怪的是呢，在 BP 的第2轮 BLG 自己又否定了这一点。首先空班就不懂 BLG 啥意思了， BLG 这后2手搬波比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其次2轮我最不能理解的还是在 LNG 补了艾希后 BLG 还在那里选镜，就拿镜你换线就很奇怪呀。拿老黑打兰博呢，你不换线硬扛当然也不是不行，毕竟
兰博被削了，但没必要啊。就为啥冰选个老黑硬扛呢？真要硬扛，你干脆青钢影或者凯南得了，所以就看着很别扭吧。而镜面对兰博、梦魇、永恩这种 combo 是绝对活不下去的。就镜你打对面是为这种强锁开团，你可以说我不给你距离，但面对梦魇这种超级锁头，你是真没有办法拉开的。所以梦魇的存在呢，就导致了镜不会离团队很远，那这样又反而是兰博和永恩能发挥了。就 BLG 的双 C 啊，前4手选完已经是烂完了。从这里我感觉 BLG 就有点摸不清大小王。这个版本我再强调一遍啊，玩自己擅长的东西。那 BLG 擅长的就是进攻、对线、串联滚节奏。说真的，左边直接卡莉斯塔配波比配布隆配瑞尔，或者你玩卡列，都比镜要好太多了。真觉得不合适，你选个金克斯或者霞洛，你去打幻剑也得呀。在这个 BP 下，镜绝对是很烂的选择。那 BLG 糟糕的阵容设计，映衬着 U 神闪闪发亮，你敢信啊？就 U 这几年下来，我是挺担心他的。想不到这场 BP 做的比前一天打 T 要好太多了呀。LNG 阵容很立体，主要是这个永恩一拿就很舒服，而且梦魇加兰博也是血克无畏一双 C 的。其实运营上 LNG 也做的没有什么问题，就别看 BLG 是拿了6重，还在第2轮潮虫团靠着操作硬干了 LNG 一轮，但6重对 BLG 阵容其实没有什么增幅啊，阵容是没有单带点的。而 LNG 交换了足够的龙数量，即便说我前期操作不够你，被 BLG 拿了一定的经济优势，可问题是我龙在手能拖呀，而 BLG 不可能你波波的操作赢吧？就 BLG 实际上对线期优势已经够大了，尤其是中塔都拔掉的情况下，可是团战依旧就是一碰即碎。当然可以硬说Knight 这波闪出来就好了，可实际上即便闪出来把大刀甩了，说真的这波团也打输了。就 LNG 赢团手段太丰富了，波比、兰博、永恩这3个点随便发挥一波，团战都好打。而且 BLG 这个阵容运营也不好做，还是那个问题嘛，就是永恩单带你解决不了。这波团开打前，永恩的等级就已经比发条高了，梦魇的半途支援 BLG 也很难说我去抓永恩给点压力，而 BLG 呢又没有避男爵的空间。如果不是 BLG 水平完全碾压 LNG， 那团战就是 LNG 好发挥太多。就我们不可能永远指望选手去做那种 Superstar 吧， BLG 甚至他要做到龙虫全控，才能说中期完全掌握主动权。只能说 BLG 为他们糟糕的 BP 错误的阵容方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BP 应该是为选手提供舞台的，而不是带上镣铐的。而这一点呢，我感觉 LNG 想明白了，那 BLG 还没搞清楚。滔博和根吉的这场2号种子之战啊，是2轮我认为最值得期待的一场。比较可惜的是，根吉呢还是笑到了最后。在 BP 点位上，我个人比较奇怪的还是中路卢仙的选择吧。在ban掉小火龙给到 Chelvy 的永恩后，滔博的想法呢是选出卢仙打压制。这个选择我不能说不好，但确实有点骗自己。你是小奶油，不是小虎啊。目前对线能压 Chelvy 的人或许有，但肯定不是小奶油。我对滔博最擅长的打团体系是很认可的，就滔博是一个对线期可以允许小奶油隐身的队伍，但小奶油呢一定要拿到团战有声音的角色，这样滔博中期才能把经济喂给他。69 Jake Love 都不是真正能够兜底团战的点位，所以滔博的上限就是看小奶油的发挥嘛。或许这场滔博的整个 BP 策略就是快速的在前中期滚起雪球压制根吉，但根吉这个队伍除了中期阅读对手能力极强外，还有一个点特别麻烦，就是他们的人头分配非常舒服，所以很多队伍前期想压制根吉，反而会在人头交换中被根吉越滚越肥。这把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了。滔博亮的镜加卢锡安这样的双 C 就会成为你运营点上的突破口呀。首先这场的第一个小团战，滔博就因为错估了根吉的人数，而导致被打出了一波0换2，永恩直接双杀落袋。这波首先是根吉下路打得好，下路呢先推先动辅助蹲草，理论上滔博是得先抢这个草才能去看潮虫的，但 Lehens 在被扫到的一瞬间就很果断的选择了海闪开，而佩子呢也没有去接中路线，而是故意避开视线，做出没有到场的假象。这波诱敌深入做得很好，但其实滔博这里止损死一个也勉强能接受，但小奶油这个一回去我就没看懂了。那永恩双杀一拿，卢锡安这个点就直接废了呗。当然这把69啊，虽然后面团战逆天，但兰博前期效果是打了出来的。第一波越塔虽然没有单杀成功，但闪现换出来就创造了机会。双方上单都没闪的情况下，就看谁打野先来了。而天状态也是很不错的，这点也是这场看完我最欣慰的。而且跟大家说个很变态的事情，就当时看这场我是手机看的嘛，然后我一下子脑子懵了，我把 King 当多兰了，所以在天卡着闪现2连抓把纳尔抓烂后，我下意识的就想，哎呀，果然多兰很让人安心啊。结果后面才发现，哦，原来这把是 King 啊。那上路突破了，就是很熟悉的滔博团战环节了。大家可以发现，这个阶段滔博打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操作什么的也 OK。最后奶油69也完成了残局，打出了一个3换5，但赢了团战，并没有给滔博带来太多运营上的资本。虽然兰博很肥，但他是69。滔博这个队伍啊，无论是下路优势还是上路优势，都是需要把经济滚给小奶油的。但小奶油首先英雄就不值得信任，其次是前期的坑太大了，赢完团对位还输经济，所以滔博开始了他们最喜欢的喂经济环节。就如果69是兵或者德晒这种大核选手啊，那队伍把上下2个边塔都
都喂给他，让他更快的起到金身，那么是有机会围绕着69赢游戏的。毕竟现在纳尔没用嘛。但滔博不是这种队伍，滔博也不是一个角色很灵活的队伍，他们还在打他们原有的运营节奏，于是就被根吉抓到了最关键的节奏点中1塔。滔博呢是先给奶油单吃下塔，然后小奶油就 TP 去上，希望马上在上路做一波攻势。这个角色本身可以理解，但根吉他防守是特别好的，防守眼抓到你的大部队，马上放上塔，然后中路推进。这里滔博最好的决策一定是 JK Love 远离日女开大，稍微逼一下根吉压塔的动作，这样还有点机会能够撑到野辅的支援。结果哥哥呢是直接走到日女脸上吃个ER直接死，这里挨摸到就肯定是要死的。就根吉这个队伍啊，他就是抓你攻防转换的这种心理差，打微博是这样，打滔博也是这样，就很突然的一波节奏就给你弄了。这里哥哥死了倒还好，主要还是中塔掉的血实在太多了 ，Canyon 甚至贪摸塔的血还被多打了一个闪 ，Lance 呢为了后续的探照也多死了一次。但根吉的进攻回合已经很赚了，后续中塔一掉，边线压力马上陡增。我们就看看69这波是怎么被抓的，很简单呀，前面进攻中塔顺势留下的眼就已经抓到了69的位置，也知道了滔博在蓝区的视野布置情况，所以根吉提前已经想好了怎么转线抓人，确认上路卢贤在打前，那我叫永恩来补中线，然后根吉下路用一个线眼保证自己的人没有路信息，推线进滔博蓝区，看边线给不给机会。这个动作啊，根吉下路是可以一直循环用的，唯一的解就是天刚好在下半区，但这个又太理想化了，打也不是神仙不可能说一点野怪不刷，一定会有漏timing的。可以说滔博一次比较长位的出击，反而就被根吉连消带打的反将了一军。当然69也不应该在下路接线的，这把他对肥啊，他要维持自己的打前节奏，应该是去上路吃安全线。他有 TP 嘛，让卢锡安在下抗压，他可以看情况来决定反打或者支援。不过这种打法的临时转换是很难做到的，我觉得还是前面的伏笔太多了。打根吉呢可以多归一点，等到龙团就拼操作，就打团，其实是完全有机会的。但你主动进攻就很容易被根吉打出漂亮的防守反击。开局卢锡安能走不走非要 E， 中期进的自信守塔，临走位白给，接着又是69的低纪律性被抓，那就这种失误有点太多了。其实游戏在卡莎拿到69的大人头后就结束了。单带端卢锡安永远打不过永恩，团战上后面滔博更是变态频出啊，只能讲为了符合人设，大家都尽力了呀。后面团战呢，哥哥的经典捏闪，小馋猫吃饱饱被杀，69也是连续奇怪大招吧，就这个位置怪的有点想笑了。虽然放个好大也不一定能赢，但起码场面上不要那么难看嘛。我讲真的呀，小奶油不如阿卡丽配个战士打也算了，这个卢锡安拿的还不如继续小炮呢，起码有点未来。当然一场比赛的胜负不决定最后的成败，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 LPL 队伍梳理好自己的英雄池，做一个更让人看起来舒服的 BP 吧。那好在后面打 Fly 的比赛里，滔博开始重拾女枪这个版本不强势但很适合滔博的英雄，我认为这算是一个好的信号，希望能够继续保持。G2 这个版本我认为还是相当适合他们的，版本里能玩的英雄足够多时， G2 才能通过英雄池的广度弥补他们运营能力上的问题。而这场他们的 BP 也是延续了上一场的思路，就别管别人玩不玩，反正我玩我擅长的。说真的，莉莉娅已经被削弱的很拉了，但韩华已经办了2个 AP 打野，那该拿的还是得拿呀。我觉得这种思维是很多 LPL 队伍该学习的。当然面对韩华这种级别的队伍，你只靠做好自己是没法赢的。莉莉娅呀纯属垃圾英雄， G2 可能是为了补一个 AP， 但在我看来呢，你拿大树，然后2轮考虑用卡莎或者炸弹人来补阵容会更好一点。莉莉娅这种野核打韩华这种队伍，不能说没用吧，但真的没有什么用。韩华组的阵容思路跟根吉是一样的，就我基本功硬吃你呗，放永恩，然后用小火龙来兜底后期，同时上路抢走武器，保证永恩的单带有人可以应对。莉莉娅要刷嘛，而小花生呢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起节奏。这把G2很快就陷入到了全面劣势的尴尬处境，小火龙更是无敌发育。但 Caps 这把思路非常精彩，可武器打波比是很难打的，发育不良的武器被针对后，队伍在边带端就失去了主动权，那就轮到 Caps 的永恩在边路能够无片施压了。这个版本我一直强调，掌握了边线的主动权后，你只要不是龙压力特别大，其实他就掌握了整局的节奏点。这把韩华就是很标准的，我优势主动出击，然后被反打血亏了，然后呢我运营一下，我再次优势，然后又进攻又血亏。正面团韩华有天肥小火龙，G2没有任何的赢面，但单带端G2处理的够好，那G2也能组织起一些反打来。尤其是当耶卡的莉莉娅在中期韩华强打男爵时，他闪现生抢后，我甚至都觉得G2要拿下了。看得出韩华也有点懵了，就你团战无敌，我不跟你打呀，你要主动跟我打，那就容易出问题啊。当然G2这个队伍脑子算灵光，但队伍的整体配合和运营基本功实在是差点味道。39分钟的这波决策，其实G2选的放火龙魂推上路是绝对正确的，后期你死人就可以一波了呀。但我不理解为什么去上路的仅仅只有辅助，而波比和莉莉娅要去看龙坑。你说波比锤走给莉莉娅创造抢龙的空间，可莉莉娅没闪呢，她压根就不敢过去。如果波比跟永恩去上路强杀武器打
打出人数差后，你再考虑 TP 正面，那G2完全有机会逐个击破啊。G2现在怕的不就是小火龙吗？你只要拉扯小火龙就能赢，但G2就是自己把自己拉扯了。只能说看兔啊这么多年，他永远会倒在自己手里。不过输给韩华也不冤吧 ，G2起码证明了这个版本单带端足够重要。前期他妈的G2这么大劣势都能在中期打回来，真的得益于 Caps 这个永恩的作用真的够多。就下路纯人机的情况下都差点能赢，可不牛逼吗？当然刚笑完G2这种局都把握不住，下一场我们的4号种子就狠狠的给了我一巴掌。不是，这是人呐！就 TL 已经是个究极变态队了，而微博和他们一样变态。就我其实不太能用语言来形容这场比赛有多变态，尤其是5级呼吸哥已经完成了对位单杀，下路也抓出优势的情况下，怎么想都会是一把爽局吧？对手还是北美队，这不狠狠刷 KDA 吗？结果呢，微博发狂，就一直犯病，一直犯病，而且还是主动犯的病。就本来滔博输给根基还输的略微丑陋，让我心情还是有点 down 的。但这场打完真的给我气笑了。就如果你直播看完能够忍住不轻哼啊，都是神人了。就比赛变态到微博假如真输了，我觉得很多微博粉丝都会笑出声的。小众变态比赛，不过我全程看完了，我也承认我是个吃屎大王。哦，漂亮！他一个 Q 技能暂时收掉，他能到场，先要找一下你的鳄鱼，吸空了啊，有点可惜。一丝血根赖特啊也没打到人，纳美的海浪空掉，牵住了一个猪妹，先找你的打野，舔完镜头我红捏一下，能不能秒他？能不能秒他？猪妹往后交了波大招，石头砸不死他。那双方真的是你来我往，全面下饭。TL 完全延续了打 LNG 时的恐怖发挥，就你完全无法理解这群人在玩什么。APA 这个逼到底是谁在吹呀？不过一想到 TL 这个队伍在 LCS 决赛上出现团面对手但没人回城，最终导致小兵推加的变态被翻盘局，那我也能释然吧。而微博也就是回到了他们定组赛时期的表现嘛。反正我建议明年拳头啊，在瑞士轮也采用双败赛制，一场比赛2队都不配赢的时候，麻烦一起判负可以不？唉。只能讲这场打完后，我是对微博后续的赛程既充满悲观又充满希望吧。WBG 呀，我的天哪！你究竟是要怎样牵动 LPL 粉丝们的心啊？我们要恭喜分钟啊，恭喜 WBG。第2轮的比赛，其实大部分队伍在理解上已经开始有点靠拢了，尤其是永恩作为蓝色方1抢角色，已经全面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而第2天大家可以发现啊，换线的战术也比首轮要少了，因为这个版本换线它并不决定胜负，游戏的胜负点还是在中期的团战上。而 LCK 的队伍很明显已经开始围绕着中期的团战强度来构建阵容。那这个版本你只靠前期压不死人呐，韩华打G2那么大的前期优势，中期一样会被拖住，处理不好了失误了一样会被翻。而 DK 对阵北美 Fly 的这场比赛也是当前版本很典型的走势。首先在 BP 上，我非常肯定两队都很敢于亮剑。DK 是先永恩加小火龙摇摆，随后呢 Fly 祭出了阿木木这个奇招，让自己的整个阵容在控制面上非常强。即便你说永恩加魏强行进场，也很容易被控制住，直接打死。而 DK 反手用塞拉斯来补足对抗强度，那艾希、阿木木还有日女的大招都不错，而且对线还是辛德拉。我估计许秀看到这个对位啊，当场都有轻哼起来了。Fly 最后呢，则是补了个诺手，想通过强对线来压制永恩的发育。双方都有自己的想法，也有独属自己的英雄池。虽然最后 Fly 的阵容，我老婆说有点像自定义人机选出来的，但我觉得这才是对的呀。就第2天啊，已经有很多队伍开始模仿和学习 LCK 的 BP 逻辑，但结果往往是一滩狗屎。尤其很多队伍开始跟风玩小火龙中路，就你中单是Chovy吗？是 Z 卡吗？你就玩。而 Fly 的这场比赛，虽然他们前期保持了北美赛区一贯的逆天运营，阿木木怒刷15分钟，但进入中期进入团战环节，他们还就是能打出他们该有的竞争力啊。中期一见到的诺手，甚至单杀了发育贼好的塞拉斯。团战上也是 Fly 猛攻猛赢，但你的强度上来后，你会发现 LCK 队伍也会失路，也会着急啊。如果不是艾希最后依旧是逆天的低级失误，被惩戒打断了回城，导致男爵丢了，那 Fly 完全有机会拿下这场比赛的呀。这就是我觉得 LPL 队伍该思考和学习的点了。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一味的去想别人的优点而忽略了自己的擅长，在这个版本是绝对的大忌啊。来到瑞士首轮的最后一轮比赛呢，2-0的队伍开始进入到刺刀见红冲8强的阶段了。那成绩不错的队伍，这段时间就是底牌进出，力求快速上岸。那 LNG 和 DK 这场啊，就属于双方都在玩自己擅长的东西。LNG 底牌更多，应变更好啊，直接抓住了 DK 的弱侧，在啃下 BLG 的 BOE 后，你可以看到 LNG 的自信就出来了。那 DK 这个队伍说真的，节目效果有，但他们的中长盘能力是真的不强，中后期呢也是经常性的犯病，所以这场 BO3 其实胜负手主要在 BP 上，只要 LNG 的 BP 不出大问题，正常发育到中期呢 DK 自己会犯病送。RNG 呢也总算展现了他们这个配置该有的那个 BP 深度。U 神呐，脑子终于灵光起来了。在本届 S 赛前，他和大伟是我很担心的那种卧龙凤雏点，没想到 U 神先出院了，2场的 BP 就突出一个得劲儿。首先第一场 DK 的 BP 选的就很 LCK 嘛，就你把这个阵容你放给根几韩华，他们也会这么选。而 LNG 解的就很好，就大树小火龙是发育起来特别无脑的组合，2个 B 他妈大后期发育起来零风险做事的能力太强了。但是呢，他们边带弱且前中期没有中野对抗强度，所以 LNG 是
搬上路抢鳄鱼，限制 Kingdom 后把上半区的强度先拉起来，而开出版本下路 AP 工具人炸弹人后，也是果断的前3手抢下卡莎作为应对，那把 Counter Ray 呢就留给 Scott 了。在有老牛大招、大树大招的情况下，也是非常舒服的围选了塞拉斯。塞拉斯打左边的阵容呢，团战容错率是很高的，因为塞拉斯手短，很怕爆发，而小火龙加炸弹人是标准的发育运营角色，前中期啊没什么伤害，而塞拉斯和牛头加大树的大招，再配一个 V 的强锁，就特别无敌。而且卡莎也能兜后期嘛，就阵容它又立体，节奏点也在我们手上。双方这把呢都没有什么单带点，而在边线上肯定是我这边战斗力更强的 LNG 更有发挥空间嘛，所以整局游戏就显得特别自然。鳄鱼连体呢前期快速的压制拉夫，中期团战呢 LNG 随便开随便打 ，DK 呢根本还不了手。对线上看似小火龙有点线权，甚至还压了一点刀，但一打起来双方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这把其实有点像BLG那时的节奏嘛，就是对线期看上去 DK 好像也有模有样，但团战碰不了一点，因为这个版本就是这样，你对线你压个300-400的经济啊，它不决定胜负，可中期团战打烂一波，马上局势就会翻转。神话版本呢，神话装是质变，所以越快出神话，雪球就滚得越快。而现在装备属性被削得七七八八，那一件套的质变能力就大大削弱了。这时就更强调组合和长线的发育节奏。第一把打完我就知道挺稳了，因为赢得很舒服和很流畅。而贼卡第一把对位起节奏，甚至边线完成单杀后，第二把更是火力全开嘛。在鳄鱼被ban后，甚至1楼就赶出青钢影，那没问题啊，因为 Kingdom 已经没有牌能够压我了。虽然 DK 尝试用波比啊来 counter 你的进场，但 LNG 很明显就是我不跟你的节奏走。在 DK 选出波比这个 counter 瑞尔的英雄后， LNG 还是为了团战我继续出瑞尔。在前3手有青钢影的情况下， LNG 的单带是绝对有保证的。而在第2轮ban掉了2个 AD 射手后，本身就不擅长 AD 中路的 Showmaker 自然会倾向于出双 AP 阵容，所以到这里啊 DK 已经被酸烂了。这个炸弹人就是纯粹的陷阱卡，跟无脑选金是一个路子。从阵容思考上看， DK 上路这里出剑姬是好的，你得亮剑呐，得补 AD 伤害和边带啊。结果呢，亮剑真想亮吗？不会最后一秒葵桑提吧？像最后一秒葵桑提不？你看，真是最后一秒葵桑提，真是这种。你太懂了，我巨懂他，兄弟，太懂了。那诺了就烂完了呀！这样 BP counter 位的加里奥又来了，这手就真的很好。加里奥不算特别版本，但打 DK 这个阵容就完美好使。我更开心的还是在于 LNG 他敢于这样去做 BP， 这个阵容就是单带厉害，发育起来打团也厉害 ，BP 完就赢起码1半了。就你别看中期 LNG 显得不那么稳了，他就是牢牢把握住主动权。那 DK 某一波操作起来了，你也没用啊。开始能够利用好红丝王的 counter 位，我认为就是 LNG 做的好的地方，加上选手发挥也真的没毛病，就看得很舒服吧。这个 BO3 只能讲世界上最稳固的关系就是金钱关系。现在绝代双骄合为一体，打的就特别扎实呀！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紫卡和航现在的存在感提升特别多。因为这个版本目前能选的强开阵容很多，所以 LNG 很自然而然的就补足一些开战点了，进而整个队伍打就越来越舒服了，对劲。当然 DK 毕竟只是 LCK 的3号种子，实际上和根基韩华的差距是巨大的，所以这场拿下，我觉得 LNG 可以开香槟，但不能持续太久，但确实是一个好的开始。那韩华和根基的这个 BO3，从版本理解来看，两队展现的内容和之前瑞士轮区别并不大，但得说两队的战术布置和英雄池的深度确实是足的。我会在后面一期版本解读跟大家更深入的聊这场比赛带来的启示。赛事周报的话，我就只浅聊一下双方整个 BO3 的表现。在两边都拥有小火龙和永恩这2张牌，中路英雄池拉不开差距的情况下，其实红蓝方对两边都不会有太多影响。双方啊，无论红蓝其实都有2个共同的硬班嘛，根基是花生的大树和多兰的武器，而韩华则鸡蛋3叔的豹女与 Viper 拿到炸弹人后，根基延伸出来的 AD 中路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根基呢第一把是放永恩扮小火龙，用阿罗拉和永恩来做一个交换。值得一提的是，在搭配阿罗拉上，根基呢是连续3把都搭配了梦魇这个英雄，这一下就把梦魇这个打的优先级拉得很高了。包括狐狸这个点吧，在没有小火龙和永恩的情况下，狐狸居然也成为了根基优先级很高的中路选择。其实第一局我是没太看得出来这套体系的效果的，你虽然拿了一些优势，但韩华的阵容是当下版本一眼看过去就很舒服的阵容嘛。而第2把呢，韩华也并没有像 LNG 那样我拿梦魇兰博体系去拆你，而是选择了比较常规的兰博位。韩华第2把和第3把的崩塌是跟梦魇的效果不无关系的，但从过程来讲，第2把阿卡丽人助力有冠军皮肤的 Z 卡糟糕的发挥是失败的原因，但得说啊，梦魇的大招对于韩华 C 位的限制也是真的很大。第3局根基关灯老鼠体系更是从 BP 阶段就赢了太多了。哎呦，选了关灯烤串直接杰瑞啊！即便韩华拿到了小火龙啊，即便小火龙的发育已经是非常快了，但老鼠这个英雄一掏，这局就有了7七8八了，就输出环境的差距太大了，也说明根基对于梦魇体系和如何限制小火龙有了非常深刻的阵容思考。更重要的还是根基明白了换线版本的价值在哪。阿罗拉和梦魇本质其实就是开团的工具人，2个英雄
雄只要愿意，一定是能把团开起来的啊，不会出现微博那场那样，就我优势，但打团我总打不到底。而老鼠呢，团战压低血量，狐狸做残局的收割，可以说从阵容思考上，这套体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讲韩华输的真不冤。我觉得很多队伍真的可以多重视一下梦魇，或者说像梦魇一样6级后功能性很强的打野。那更细致的我们还是版本理解下期再聊。那第3轮的 BOE 里最刺激的当属 T1 和 BLG 的这场了。作为 LPL 的1号种子，BLG 呢是被 LCK 的4号种子 T1 完成了突破。其实这场比赛你真要逐帧分析，那真的是3天3夜讲不完呐。要点战犯 BLG 这里从 BP 到选手发挥，每一波细品都不太能细品。包括版本理解吧，从打 LNG 那场就知道 BLG 绝对是陷入迷茫期了，找不到自己定位了。所以我想了一下，这场我们站在 T1 的视角来看 BLG 吧。我们说说 T1 做的好的地方和做的不好的地方，以对手的逻辑来看 BLG 的问题所在。首先 BP 阶段呢，前3手 T1 指向性是比较明确的，阿罗拉、永恩和小龙都暗掉，很版本的红色方班吧，也同时针对 BLG 的 Knight。而当 Knight 抢走狐狸时 ，T1 呢选择拆锁头的位和版本可以无脑先出的那儿，随后呢 Faker 再点出塞拉斯。其实前3手塞拉斯出的并不是很舒服，大招是没有 LNG 那场那么好的，更多的就是一个增加对抗强度吧。前3手两边差不多吧，但第2轮开始就不一样了。BLG 在2轮啊是选择办艾希和列娜塔，实际上这手给了机会，或者也可以说 T1 上一场打 PNG 的德莱温列娜塔起到了些作用。BLG 可能认为列娜塔的价值更大吧。我们都知道 T1 这个队伍其实是很希望跟你打对线的，下路有辅助位 counter， 那打线优然后速龙是去年 T1 的拿手好戏。而 T1 抢下卡莉斯塔后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虽然没有列娜塔作为搭配，但面对卡莉斯塔 BLG 下路没有好的先手选择，对面有塞拉斯，欧恩不能拿牛头，可自己拿瑞尔，对面出波比他们对线也打不了，所以 BLG 选择顺势拿波比，但却拿波比搭配镜，这就很一般了呀，这个组合。而以 K 博士的英雄池搭配卡莉斯塔的选择实在太多了，而最后 T1 的卡莉斯塔加 Nico 对线也是绝对赢镜加波比的选择。波比理论上打卡莉斯塔还可以啦，但是 ADC 是镜，那就没说法了。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拿霞的。大后期呢，镜确实不错，但前提是大后期啊。面对卡莉斯塔加 Nico 这样的强对线，你发挥铺2才是正常的。T1 这把前期下路也是处理的没有任何问题，没闪的时候扛住了蝎子的第一波 gank， 随后也是抓住了波比失误逼出镜的闪现，随后的小龙团也是靠着自己2v2对抗的优势成功击杀掉了波比，然后吃塔皮后将下路残血的医学塔经济喂到了宙斯的纳尔嘴里，这里古马玉玺甚至徒步跑下去硬逼冰走，可以说啊是真正的喂到嘴里了。作为战术支点呢 ，T1 的下路组做了该做的 ，T1 前期经济也领先的足够多，但 BLG 的中期很善于在边路抓机会，可以看到中期实际上优势方的 T1 是在做资源端的防守的 ，Faker 各种守资源。其实从结果来讲 ，BLG 是一直出击但没收获，但站在 T1 的角度来讲，就凭什么 BLG 有那么多进攻回合呢？明明是我优势啊！所以 T1 也是有问题的啊，问题和滔博时期一样，就是只有 Faker 知道怎么去保宙斯。16分钟 BLG 是终于从边路击杀了 Faker， 撕开了缺口。这波其实 BLG 是一个特别好的起节奏的机会。塞拉斯没有 TP 上路塔，狐狸是能吃的，但 BLG 又给了一个机会。欧文呢是从野区直直的走过来，然后被 T1 埋伏了。随后冰选择交 TP 反打，最终是打了一个下辅的1换1。整体节奏来讲，肯定 T1 是小亏的。但我得讲啊，这波 T1 的判断是有问题的，不是说 Kuma Yusi 死了所以有问题，而是首先这波波比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的，就是欧文虽然送了。但 T1 是不能指望对面会送的，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吧？这里正确的决策应该是迅速清到中路线后，去抢占 BLG 的红区，给守在2塔的兵施压，继续养肥纳尔，而不是叫纳尔来中路逼团。T1 是不能确保波比一定会来这里的，就你的进攻节奏，你不能依赖对手的失误，尤其是宙斯这个点吧，对位领先900，然后就再也滚不下去了。而冰在完成单杀后，就直接把经济给反超了。BLG 在没有下路先锋的情况下，居然反破了 T1 3座外塔，这是 BLG 做的好的地方，也是 T1 做的不好的地方。所以当中期啊 ，BLG 开始滚他们熟悉的边线节奏是 T1 是很难受的，但前期防守做的足够好，让 T1 有足够的龙数量，让他们能够往后拖。所以 BLG 抓死 T1 2条单人线才会那么急着去一波男爵结束比赛，然后也确实结束比赛了。从局部来讲 ，BLG 的抓边效果是好的，他只是男爵的处理一塌糊涂而已。而后续 T1 的应对就确实太好了，我感觉还是因为临时起义的这波男爵啊，视野差距太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受迫性失误就太多了，你信息太少，决策的窗口又太短，熟练度也不高，那就只能犯病啊。欧文前面那样的发挥，这波打男爵打成这样不是蛮正常的吗？而这波呢 Kuma Yusi 和 Owner 的处理就太棒了，就你 BLG 给的机会，每一次 T1 他都稳稳能收住。就团战的逆天处理，其实每场比赛都会出现嘛，像 T1 输给滔博的那场，做一波团战也是逆天的可怕，但运营和节奏点这些是能够保住下限的，双方都有能拿下对手更好的机会，但都没有把握住。BLG 呢更主动，但送的也更多更大，而 T1 更保守更冷静，加上面对 BLG 失误时足够出色的决策，让他们啃下了这一把。
其实聊下来，我为什么花篇幅说了很多 BP， 原因就在对比 T1 选的阵容是他们很擅长的东西，而标局并不是如此。波比、奥恩在世界赛前就没玩过，而进了 Elk 也不算很爱。夏季赛的季后赛 ，Elk 玩了2把，虽然数据都不错，甚至下局还5杀了，但我得讲啊，这2场进是6比0里过程最僵持、赢得最难的2场。我不是说他的问题，但通篇下来，我就想跟大家讲，这个版本你要玩自己的东西。标局会这么 BP， 就是说明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优势。这版本没有选了不会错的英雄，只论阵容，我们不说 ID， 这把选 EZ 选侠不一定有进好，但这个版本你就要看 ID 啊。T1 下路选的是擅长的、熟练的，自然作用是满中之满。T1 现在属于呢脑子走对路了，但身体还没跟上，而 BLG 现在就连脑子都不对路。这场看上去输在男爵的处理，但 BLG 就不该被逼到搏命男爵上。你像跟解 RNG 他们走的就是属于自己的特色之路 ，T1 其实也在走。相比呢 ，BLG 就打得很不像自己，这比输掉 BOE 还让我担心，因为他们不是打 T1 才这样，而是打 RNG 时就有征兆了。BLG 要解决的是重塑下路的梯度啊，他们对于下路的定位是绝对有问题的。看搭配呢也是很怪的，实际上这个版本很多组合你看过去就是很对的，理解不对你选的就不对，你选的不对打的就更不对了。打 RNG 时魏加发条勉强能用，打 T1 时蝎子加狐狸，你不能说很差，但感觉就差点味道，不够经典。当然熟练度问题啊也是要解决的。其实当兵啊开始出现团战脱节的情况，我就知道 BLG 这个队伍的心态肯定是急了。只能讲什么时候 BLG 他能在2轮 pick 选出那种让我们哇哦的阵容时，那才是真正缓过来了。否则啊，即便后面能赢，能勉强挤进8强，那也走不太远。不过我还是有信心的，就是早输能早思考嘛。如果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输也未尝不是好事。就怕太急，开始病急乱投医。那微博输给 G2 完全就是意料之中了。这个版本越打啊，我就越发现队伍的游戏水平就是很直接的反映在 BP 上。你储备的越多，版本理解的越深，就越会做出让人眼前一亮的 BP。就像第1场，虽然微博输了，但他们的 BP 和游戏内容，我是认可的。可经历了和 TL 糟糕的一场比赛后啊，微博在这场和 G2 的关键战里就明显陷入了求稳的情绪里。相比呢 ，G2 的前3手拿的就特别赶，就完全不公式。在这个版本居然1强卡莉斯塔呀，而且在2轮中野的比拼里，微博就是求稳的大树小炮，而 G2 则是亮剑了梦魇发条。我说实话呀，大树小炮选的只能说没有错，但阵容整体就没有 G2 那么舒服了。我说真的，如果梦魇是我们这边，这把微博有了梦魇加卡莉斯塔的阵容，他没那么怕大树的远距离开团。我觉得吧，微博本身可能是想试一下小火龙配大树，但G2的这个梦魇一拿，又有点断了微博的念想。其实梦魇加发条，我觉得微博也不会那么难受，但你再配一个加里奥就不一样了。微博的团战是极其依赖兰博去压血量的，但兰博打加里奥算是比较少见的对位。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对局的情况，而打起来我发现啊，好像呼吸他也不知道，直接3级就被单杀了。我是能接受兰博没优势，我也能接受兰博甚至没线权，但这被单杀我是真不能接受啊。而小炮如果是以前的版本打发条，我认为绝对 OK， 但这个版本强度真的差太多了。像发条选择直接裸出卢登的这个时间点10分钟这样嘛，那小炮他还在水银鞋在小剑的阶段呢，那G2就自然能够围绕着梦魇发条做扫图了。兰博这个支点一被限制，中期微博团战就没伤害。说真的，要不是G2这个队伍会有一些团战脱节的情况，那微博会烂得更快。但G2即便送了，只要不给微博一波掉，那局面都是G2掌控的。我觉得微博和BLG最大的区别是，BLG是没走对路的，他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而微博或许走对了，但因为发挥太差，被迫求稳，进而失去了上限。先别管这个夏季赛亚军的头衔，你微博实际上就是个扫种子，比拼队伍的硬实力就是不够的，你就是要出奇呀。求稳不是不行，而是不够。有句话叫做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对于微博这种扫种子来讲，你一开始就要比其他队伍更勇敢，哪怕你选手有漏洞有低迷，但你还是得硬着头皮去选更有想象力的 BP， 去搏一个上限。就微博和 BLG 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时候你让微博回到舒适区，为了让选手减少失误而选择保守熟练的阵容，你短期可能有一点效果，但也是没有未来的。选手不会说因为我选熟练度高的英雄就找回状态了，反而说如果我玩高熟练度的都完蛋，那就记了。不过现在微博的处境也确实不太好过嘛。去年身处同样境界的 DK 啊，在 Deft 的求稳冲哥甲下就成功的是把自己送走了。今年微博即便走了，我也希望走的是勇敢一点，何况也还有机会。BO5 真的也还有容错，希望就能够调整出来吧。无论是微博还是 BLG， 没有抽签抽到内战，我觉得已经是天不亡我们的征兆了。这几天的备赛也确实可以好好调整一下。瑞士轮才到一半呢，精彩的还在后面。相信 FPL 好吧，相信处于低谷的他们能够过去。那本期的内容就聊这么多，我们下期版本解读不见不散，拜拜。